接下来我们进入今天的第二只股票啊，第二只股票是港股的，叫做在鼎医药，这也是咱们社群的一个约稿，想了解一下这只股票是不是崩了。那当下从短线的日线来看的话，指数可能会有一波反弹，也是你被套解套的一个机会。目前来看崩没有崩，我们要通过这个关键的多空节点来得出结论。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说的话，现在就说它崩了，下这个定义还为时过早。那欢迎大家来到正经参考的频道，咱们这个频道主要是通过波浪理论来寻找当前市场当中存在的机会以及提示风险。那咱们分析的大类主要是美股、港股、数字货币、期货以及金油。大家也可以看到，咱们在B 站上的这个频道已经将各个大类分别做了合集，你可以去当中寻找你感兴趣的品种，或者说你有更好的品种，也可以在我们的留言区分享出来。那后期咱们博主通过这个波浪结构形态分析，也会找到当中存在的机会。但是由于 B 站审核的原因，我们更多的视频只是分享在这个社群和会员群当中，所以这里只是展示了一部分。如果大家有其他感兴趣的，也可以加我的微信来了解这个会员权益和会员资格。那下来我们就从波浪理论的角度来解释我为什么到目前还对这只股票维持一个中性的一个偏多的一个看法。这只股票其实上市的时间不长2020年的10月份，至今也就是不到5年时间在这5年时间里，绝大部分的周期里面都是处于这个下跌走势。从2021年的1月中旬 151.20 一直跌到了24年的4月中旬，低点是在 10.56。 这次的下跌它整体走势是比较清晰的是一个非常标准的5浪推动形态，下跌的第一浪反弹的第二浪，然后下跌的第三浪，一个弱势整理的一个第四浪因为当中的这个四浪 B 创出了新低，它也可以理解为它是一个奔走的一个调整浪以及最后一波下跌的第5浪。五波结构结束那必然按照波浪理论的规则，后期会出现对应的这个3波反弹走势。那么我们先通过黄金分割看一下当前整体反弹的一个幅度和力度。通过周线图可以看到，当前的反弹距离上方最近的压力目标43.90 还比较远，距离更远的下一个压力目标 64.45 也比较远。但是这是后期3波反弹向上的一个整体走势的一个关键目标位，这里大家一定要记住 43.90 和 64.40。 同时我们可以看到 43.90 和上一次反弹的这个高点是一个重叠所以这两个位置是处于周线级别的上方的一个压力目标。那当前我们就是要重点来分析一下这次从 10.56 开始向上反弹的走势。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说的话，那么截止到当下，我可能都会把它当做一个 A 浪来看虽然时间跨度比较大，但是它整体的幅度并没有达成一个预期，还是先把它当做一个 A 浪来看待。那首先我们将时间调整到日线图。从日线图走势来看，低点刚说了这个 10.60 10.60， 从这个 10.60第一轮的上涨是涨到哪里？涨到了 32.50， 涨到这里，首先我们可以把它当做这一波走势是一个引导楔形也就是代表着反转来了反转走势出现了。那么这里走势走完之后呢，行情再次出现了一个破高的一个动作，破高的动作出现在高点出现在 35.50。 那如果把它当做一个 A 浪完成的话，那当前这个 A 浪结束之后是3波的 A 浪结束之后它必然面临一个反向的这个回撤，3波回撤，也就是 B 浪。首先我们要拉一下黄金分割，然后再拉一下趋势线，这个黄金分割应该拉这里，拉最后一波上涨走势的。那可以看到，如果说是这只票要崩，那下方这个支撑可以看到是 0.764 和趋势线形成了一个重叠这个位置 23.80。 如果说这只票后期要崩，
那必然后期会跌破 23.80， 也就是说跌破 23.80， 我才会认为前期这波上涨 A 浪它结束了。那后期整体走势它可能是这样一个运行方式啊，这是 BA， 近期可能会走完一个 BA， 反弹还有个 BB， 后期再向下有一个 BC， 那这个三波走势结束之后，才能代表这个大 B 浪全部结束了。那后期这个大 B 浪整体的回撤空间呢，那就会看到，比如说 18.40 到 16.50 这个区域， 18.40 到 16.50 这个区域，所以它关键的位置就在 23.80 这个位置。但是就算它要崩，它在跌破 23.80 之前，它也会给到一个你多头自救的一个动作，就是这个 B 浪 B 啊，就是当中反弹这一波 B 浪 B。那整体它向上的反弹，它可能会打到31附近，然后再考虑向下来跌破 23.80 啊，去到 18.40 到 16.50， 这是按照这个崩这个思路啊，我们所能看到的这个当中的这个结构运行。那如果不崩，就是说后期还可能会往上的话，那么说明一个什么问题？说明前期这个 A 浪它没有走完，这里整体的结构就需要重新划分。当然关键节点还是在 23.80， 1 2 3 4 5 6 7 8 9，也就是说目前这个 A 浪只要维持在 23.80 之上，它有可能会走出一个这种震荡上行的一个9波延长特征。9波延长特征咱们最终把内部结构去规划了一下的话，你会发现它其实就是一个五浪推动的一个形态，只是当中某一个子浪它出现了延长的一个特征而已。那所以这就是当前维持在 23.80 之上，我想说的，市场是存在这样一种走势的。那后期上方还是会出现一个新高，这个新高可能就是比较临近周线刚才我们说的那个第一个压力位，可能会比如说达到上一次一个反弹高点，比如 40.3 或者是到 43.9 这个区域都有可能临近，这是第二种预期也是目前我比较看好的一个预期。但是两种预期下方的关键节点是在 23.80， 这是一个多空节点，那上方同样存在一个多空节点。刚才说了，跌破 23.80 就会朝着第一种最悲观的预期去运行，但是就算后期要跌破，此处也存在一个反弹，那反弹和继续上行它也存在一个多空节点，这是向上的一个多空节点 31.60 到 33.10。 那也就是说此处无论是哪一种走势比如它是下跌也好，对吧？咱们用黑色段去表示，那可以看到突破了站上了 33.10， 那就没有这个黑色段这种预期走势了，那后期肯定是继续向上看到刚才所说的 40.30 到 43.90 这个区域了。所以上方同样存在一个多空节点，突破上方这个位置就没有黑色段的这种预期走势了。所以我说此处也存在一个多头自救的一个行为，原因就在于此，黑色段这波反弹你就算暂时被套，这波反弹你只要进的位置不是太差，都会有给你一个解套的一个机会。那二次再从这个位置如果再次出现日线顶分型或十字星的话，开始向下走的话，那跌破 23.80 那就没有任何悬念了，那会向更低的一个位置去运行。 23.80 到 18.40 16.50 的话，大致是有7到5块钱的一个空间，也就是 20% 到 33% 左右一个下跌幅度，那届时肯定是要回避的。那么通过以上的结构分析，我们就知道了两种不同的预期同时我们也知道了两个不同位置的关键多空节点。那当下从短线的日线来看的话，指数可能会有一波反弹，也是你被套解套的一个机会。至于后期能否突破 33.10 的上方多空节点，我们等待市场的一个验证。好，本期视频到此结束，我们下一期再见。